因为现在的问题是，我是从云南过来的，到贵州，然后我有在外省记录，现在进不去，因为没有做核酸，烦啊，头痛，烦。Later。山对山来，爱对爱，蜜蜂在花深山里来，蜜蜂们围在花寺，两人莫为祝英台。哦，对，我现在进来了，那怎么进来的就不要问了，好不好？这有点意思啊，这感觉有点像那个，也有点像那个《千里千寻》的那个画面啊。那苗族服饰还是蛮好看的哈，在那里。他们冲下来的木头，他们就水上冲下来的木头，好的就直接当场留下来批一批用了。他们这里晚上还有一个表演，说什么是挺特别的表演，但我不知道他让不让拍呢。我在考虑晚上要不要去看。就这个了，门票不便宜的 ，VIP 198，最便宜的也要148一位。他说啊，时长70分钟，考虑一下，想一下。左边写着古街跟博物馆，去博物馆看一下吧。再看苗族的猫。给他们的应该是中心吧。不行啊，我得找一点招牌念一念，否则大家又要说视频都没有内容。其实难的是，主要在路上就已经花太多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大家看这个地方，自律管理，苗族的自律管理。他们说，西疆苗族从秦汉到清朝，他们用狼规来管理自己的民族。然后意思就是说，反正就自觉习惯了，自觉社会秩序那些的。他们重罚叫4个100，就是说只要一被罚，就是罚120斤的蔬菜，120斤的糯米，还有120斤的米酒，哇，120斤的猪肉，这挺可怕的。4个100的处罚就是，比如说对祖先不尊敬啊，滋事侮辱、伤害妇女、赌博、打架、用火不当、产生火灾、造谣、滋生事物、盗窃、砍伐森林、故意毒死。这博物馆找到，但不知道让不让买。我们看历史厅啊，他们也有敲锣，一天3次，早上9点，中午12点，晚上10点，主要是把火给灭了。砍鸡头，这是一种原告出实物，这是判法的一种方式。离老砍杀判物，以判物走向或导向的一方当事人为疏离，为有罪；反之则有理无罪。这种判法有点落后哦。这个想看的大家就自己暂停一下。看这边，现在这个千户苗寨有1435、6000多人，苗族占了99.5%，都是苗族人。这边写的说，苗族是占人口比例比较大的民族，有894万人，在56个民族里面排名第6。这边写，他说有5大迁移，在历史上，一样感兴趣的暂停啊。贵州不是有很多岩洞嘛，然后我也有去看，然后也有很多那个什么玄关啊、洞关啊、洞藏啊什么的。不过我一路上开车都走国道，都走小路，我都没有看到。肯定有了，但是就是
但是就是我没有看到过，就对了。饮食习惯，酸汤菜，冻鱼、酸汤鱼。然后我看那个网络上他们说，他们那个冻藏、玄奘、冻藏好像是说，传说就是之前好像最早的时候，就传说嘛，就最早的时候有那个长老死掉，然后之后埋葬的途中大水下大雨，就抬棺人都跑了，然后棺木就被冲到个洞里面去了。之后大家说好像这是他想选的位置，就待在洞里面了。然后也有说法说是因为洞里面只是临时摆放嘛，因为他们是大迁徙那么多次，好像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可以抬回老家，入土为安，所以就一直不下葬。然后那个什么悬棺的说法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是放在上面也是一样，为了方便以后迁移回流的时候，可以把棺木再搬回老家，这是一种说法。二是放在高处不容易被破坏嘛。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认回家的路。苗族服饰，听说女人的裙子上面最早绣那些花，是他们的先人最早的时候绣上去，是告诉他们回家的路，就地图了，把地图给绣到裙子上去，这都是他们的，当然这都是传说吧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。我看现在已经完全不像地图了，可能最早的时候是吧，几百年前可能是。这是他们的建筑模型。我在来的路上，我拍到很多这种类似的房子哦，但都很稳很老。不过有一间好像斜的特别厉害，我还特别停下来给它拍下来了。这写了一个什么古丈人家客栈，还有米酒坊。你看那房子这边是有人住的，这老房子是有人住的。我现在在它的巷子里了，这里面全都是民宿。看那个牌子，什么客栈啊？这上面都是人家私人家跟房子，我都可以闻到烧菜的味道了。这是人家私人的住宅区，这边好多客栈。我真分不出这房子是新的旧的，有的新有的旧，有的混在一起。那不知道什么表演。这里是有很多东西啊，但是好像反反复复，差不多都懂的吧？都是内地重复的商品吧。现在看能做的就是说，可能等到晚上看这边的夜景，再来就是那个表演。